院子里边这些红叶、黄叶，过了今天恐怕就要落光了，晚上会到0度，是今年的第2次霜冻了。上次第1次霜冻的时候是比较轻微，豆角啊、青椒啊，甚至是丝瓜都没有冻坏，还是在继续生长着。从第1次霜冻到现在，能看出来这丝瓜的叶子有很多都已经被冻伤了，但是大部分的丝瓜都没事儿。不过今天晚上肯定是非常危险了，要给它摘回去。这豆角也是，已经是摘了好几次了，还是摘不完。不过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摘回去了，否则的话就全都浪费掉了。这无花果呢，恐怕也是今年的最后一茬了。看这上面挂的，长得还是不错的。这种等会儿也都给它摘回去，应该还能收获不少。看这上边，这种青皮的无花果呢，只熟了一部分，像这种已经软了，这些都没问题。不过大部分呢，今年是没希望了，都浪费掉了。这边是有一棵蓝莓，它下边也生出来一棵青椒，我看了看，长得还不错，结了好多了。看它里边个儿还挺大的，等会儿也给它摘回去。看这边这里边还长了好几个，一大串儿。今天最重要的是，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冬瓜给收回去了。看这些还在生长着呢，先给它剪下来。哎，这个也是。这辣椒啊，还有甜椒也是剩了好多，不管是青的、红的还是黄的，等会儿争取也都给它摘回去炒炒，或者是做点辣椒酱。这种甜椒我其实更喜欢吃这种青的，炒着吃没有那么重的甜味儿。像是这些已经明显发黄或者是变红的那些，甜味儿特别重。像这种大个的甜椒还是更适合炒着吃的。像这种黄色、红色，口感非常甜的，拌沙拉是不错的选择。这有刺 ，Maxim 不要从这儿过 ，back。其实我这菜园里边剩的量最多的，除了刚才的冬瓜，就属南瓜了。这南瓜呢，有老南瓜，也有嫩南瓜。像这种就已经长得非常熟了，我给它剪下来，等会儿给收回去。还有下边的这种，不是那么黄，但是已经是可以了，这种个头非常大，这种呢我也给它剪下来。好重啊，收回去。还有一些个头小点的，还不是特别熟的，这种也摘回去，否则的话一冻就没法吃了。这边也是，这儿还有一个稍稍有一点点泛黄，先都剪下来，等会儿一块往回收。这鸡窝旁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是熟了。这儿还有一个，不知道被什么动物给我拉上臭臭了，这个就不要了。回头把这儿切下去，整个就喂鸡了。这上边还有这种嫩南瓜，这种小嫩南瓜炒着吃也是特别好的。剪下去，这种如果不收回来，今天晚上就浪费了。这儿还有一个，这个个头比刚才的那个还要好，先放在这儿。Maxim back。这一片的南瓜是野生出来的，这种也给它摘回去。这是另外的一个品种，这个是个头比较小，但是已经黄了。像这种黄了的南瓜，回去蒸一蒸是特别好吃的。这苦瓜也是可以再摘一摘，不过好像找不出多少好的了。这种凑着还行。Maxim back。这 Maxim 跟这些鸡鸭鹅相处挺长时间了，现在还是忍不住冲撞鸡笼，要往里冲。我再找找看还有什么今天必须摘回去的。像这些玉米呢，按今天的温度，我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。今年觉得是种的时间晚了，但其实看起来正合适，我们可以陆续的采摘玉米吃。像这种摘回去正好吃，等会儿我把菜都收完了，也掰几根玉米。中午的话煮一煮。现在天气凉了，这些玉米的生长速度也慢下来了。不过好处是我们可以随时过来摘新鲜的玉米，不用担心它硬掉老掉。不过我们要担心的也是一直以来没法解决的问题，还是浣熊。看远处倒的那些玉米全都是浣熊破坏的，最近的也有，我看地上又有一些新鲜的玉米，像这种还是湿湿的，这应该是
浣熊最近几天吃的。这边还有更新鲜的，像这种不是昨天就是前天吃的，才刚刚来过。所以说呢，也不能不摘回去了。如果不摘回去，那可能越来越少。如果浣熊一大家子再来2趟，我又没有多少可以吃的了。当时养 Maxim 养这只德牧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让它能震慑住兔子、鹿啊、浣熊之类的。现在看起来恐怕是不行了。当时看留言，很多朋友给意见说养条大狗，或者是围上电网。养大狗呢，当时以为会很有效，不过大狗必须得是那些专门训练出来的，我估计才管用。像它这种虽然是只大狗，又是只德牧，但是没经过训练，恐怕只能当宠物了。现在年龄也大了，它是3岁多的狗嘛，估计也很难训成了。如果明年还打算种玉米、瓜果之类的东西，我可能真是得考虑在这菜园外边围上一圈的电网了。否则的话，这些浣熊太猖獗了，没有什么办法了。这 Maxim 跟我来菜园之后，就不停地在这儿闻呀闻呀闻呀闻。我估计他是感觉到有其他的动物是浣熊的这种气味了。如果最终下定决心围电网的话，我可能就围一大圈了。这样的话，把这些果树啊，还有这边的菜园全都一起给它保护起来。让鹿啊、浣熊这些都进不来。我这些树呢，种的时间比较短，要想让它们大批量的结果，可能还是要等2到3年的时间吧。不过有一部分树呢，已经是到了盛果期了，明年应该就有相当的一批能结不少的果实了。我觉得最起码到明年，像桃啊、葡萄啊、枣啊这些，肯定是能实现自由了。像这些成片的羽衣甘蓝呢，我们就放任它自己生长了。过一阵儿，我们把这菜园里边我们需要的菜给它清理一下之后，就可以把鸡放进来，让鸡也过来吃一吃我们的菜。而且像羽衣甘蓝呀、萝卜呀、白菜、豆苗这些，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怕冻，特别是像羽衣甘蓝，可以撑很长时间。像这些萝卜呀，上一次看的时候还挺小个呢，不知不觉中就已经长这么大了。拿我的手来对比一下，像这种长得还比较小的萝卜，我就不管它了，它今年应该是没机会长大了。不过越小呢，它越冬的能力越强，让它越冬，明年的话让它开花结种子，到时候这片地还能再结出萝卜来。这地里边野生的白菜呢，也都是个头还比较小，就先不管它了。它们耐寒能力也是不错的，让它自己先长一长。像这种已经长出嫩心的白菜，肯定是刚才 Maxim 给我啃的，他最喜欢来这块吃白菜了。这片菜呢，到了春天，我再人为的给它撒一些想要的种子，比如说白菜如果少的话呢，那就撒一些白菜种子；如果是豆苗比较少，就给它再撒一些豆苗的种子。这样的话，争取能实现蔬菜自生。这边是要种大蒜的地，我已经给平整出来了。本来是要种了，可是突然间这菜床坏掉了，看这木板都已经糟了。这就是8到10年的菜床啊，已经是破烂了。我可能也没时间修它了，暂时就先这样种下去吧。当年的菜床其实最薄弱的地方是中间的这个方木，这种木头呢，因为是用的是道格拉斯冷杉木，还是相当的结实的。你看这都是8、9年，有些是10年了都没事儿，但是这种它烂掉了。有些螺丝拧的着力点不好的，像这种它就整个板子从这儿掉下去了。刚才的那个是着力点比较好，所以没有坏。哎，这个2块板钉的还是比较结实的。我们这边是有一个葡萄架瓜架，看这瓜架下边有多少野生出来的丝瓜。看远处，这都成为一道风景了。这边的这一排是春天的时候矮化过的香椿树，到现在整个树冠又重新的长出来了，而且很多都是呈这种圆球状。明年春天再发香椿芽的时候，采摘起来就容易了。现在这些叶子开始慢慢变黄了，我估计下周可能就差不多要掉了。这香菜也是啊，不知不觉中越长越高。我等下把这些还嫩的还不错的香菜给它摘回去一部分，像那些已经是有点开花的就留着它，让它自生自灭了。如果明年结了种子的话，还能继续生长。看这边这些又重新开花了。香菜其实也是挺耐寒的，像这一块的香菜呢，明年应该是有一大部分还都能存活下来，春天的时候会继续的生长。而且今年它结的很多种子，有那些没发芽的，明年会继续发出芽来，所以这一片明年不用管它，我们还会有大批量的香菜可以使用的。
这边地里边还能找到这种豌豆苗趴在地上，像这种又是豆苗，这个是萝卜，看它的杆子应该是这种紫色的萝卜，更多的萝卜，远处更多的羽衣甘蓝，这颗应该是个头比较大的萝卜吧。看，果然个头还可以。像这种，等下我也给它摘回去。这儿又有一片的萝卜，其实不找不知道，一仔细找的话，发现还是有挺多个头都比较大的。像这种，我把这种大概已经成熟的，就尽量给它摘回去了。这萝卜啊，通常的霜冻是不怎么害怕的，但是温度如果太低的话，也是有很大概率给冻伤的。像这些耐寒的菜吧，它的一个抗冻规律是越小反而抗冻能力越强，越大越容易冻伤。行了，等下把这些菜给它收完，今年的种植季就算是彻底的结束了，就等着冬歇了。不过后边呢还是有点事儿，像刚才说的大蒜还没有种下去，我除了刚才那一小块呢，可能还要再稍微的多种一点，不过不会像去年那样种那么多了。剩下的就是给这些树在11月底的时候吧，可能等这些叶子掉光了2、3周之后，给它喷一下石榴合剂，防虫、防病菌、杀虫卵之类的。园子里边有一些树呢，冬天的时候还要给它做一次冬剪，不过大部分树呢，我就打算留在明年早春的时候做早春的冬剪了。这 Maxim 啊，每天就是跟我在菜园里边转悠啊、溜达，就特别的开心。哎呦，这是我的剪刀。哎。我们后来打算就让它住在家里边了，白天的时候给它放在园子里面，因为我园子周围也有篱笆嘛，所以就让它在院子里边转悠了。我觉得它还是更喜欢在外边，就是老是要人陪着它才行。丽丽他们也回来帮忙摘菜了，现在就只剩下豆角了，其他差不多都弄完了。Maxim， 你就跟我们旁边玩吧，不要到处乱跑了。忙活了有大半天，这差不多就是摘到的所有的菜了。最多的就是冬瓜了，看这些冬瓜，这边还有一车。本来我们玉米是打算让只摘一部分，让它上面继续生长，这样能随时吃新鲜的玉米。但还是担心浣熊啊，估计没2天可能又被浣熊吃光了。我们想想，还是都给它摘下来吧。摘下来之后煮一煮，可以冻到冰柜里边冷藏。这边还有南瓜，这南瓜的量也是挺多的。这南瓜这2个是最大的。这个熟得透，估计吃起来也比较甜，这个味道应该也行。像这些小嫩南瓜，这3个是可以炒一炒吃的。其他那几个南瓜呢，这些变颜色的应该味道还不错，但是没变颜色的味道一般吧。我们可以吃一部分，然后剩下的就可以给 Maxim 吃了。狗吃南瓜应该也是不错的。辣椒呢，我们原本是没想到能摘这么多的。这里边有满满的一筐，3、4种吧。这儿有2荆条啊，还有其他的2、3种辣椒。这边是甜椒，像这种，看多大个儿啊！这是甜椒，还有这种小甜椒，这个味道更甜一些，有黄的、红的，还有这种青的。这边还收了一点丝瓜，估计这就是最后的丝瓜了。后边天气越来越冷了。可能明天就会被冻死了。这些丝瓜其实也有一些冻伤了，不过吃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萝卜就拔了1颗，另外还有几个暂时先不拔吧，一次也吃不了这么多。现在东西太多了，愁的是没有地方放啊，等下还得把车库稍微的腾一腾，暂时先放到车库里边。现在天气凉，但是也没有那么冷，车库的温度还可以，比较适合储存。这边这些是豆角和无花果，这是青皮的无花果，这边是紫皮的，这是东北油豆角，这边是九粒白，还摘了点香菜。这边是比较老的豆角，后来也都摘下来了，是豆豆和妈妈一起摘的。我们打算给它把豆子剥出来，可以吃豆子。其实要是再找找呢，地里边可摘的东西还是挺多的，不过也没有意义了，这么多恐怕我们也吃不了了，这储存是一个大难题。辣椒呢，可能也得想办法做一些辣椒酱了。这甜椒呢，其实储存的时间还是挺长的，但是这量有点太大了，我们尽快吃吧。这南瓜和冬瓜呢，储存起来是没问题的。去年我们的冬瓜是留到了今年的4月份，都完全没有坏，是放到了地下室里边，温度啊、湿度啊都还不错。到时候我们吃的时候就先找那些表面有伤痕的，有伤痕的就比较容易坏，不容易保存。
我们今年种的最后一批玉米呢，原本是觉得种的稍微的有点晚了，可能会影响它的成熟膨大，但是没想到啊，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吧，长得还都不错。像这种比较凉爽的季节呢，各种虫害呀、病害呀都比较少，所以这些蔬菜长得还是比较健康的。在这个时候就不用太多的担心，菜多就是得拼命的吃。后边几周家里边又要开启蔬菜盛宴了。